潜水装备应该怎么买？初学的东西应该都怎么选？我应该是先买什么样的装备？什么样的东西最重要？大家好，我是许涛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，我是海豚，你就是那只小兔子。今天啊，就来回答很多粉丝都问我的一个问题啊，尤其是初学潜水的朋友们，装备应该去怎么选？哪一些装备比较适合你？那么今天呢，我把我所有的装备和我这几年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呢，分成两部分来给大家讲。哪一部分呢？是你玩到后面，可以有，有了它呢会比较好，但不一定是必须的啊。首先跟大家讲的就是我把我所有的装备我分成的这两部分呢，已经做成一个表格放在我的网页里面了啊。这里面我新加了这个下载专区，你们可以找到这个表格呢，你们可以免费下载，你们可以把你们觉得有用的装备呢留下来，把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想放进去的装备呢放到里面，这样方便大家以后查找啊。而且你出去的时候放在手机里面对一遍，你也不会忘，也不会落下任何的装备，方便大家随时去查阅啊。这个是免费的，所以呢欢迎大家去我的网站直接下载就好。潜水电脑我一般都会带两个，一个坏了，另外一个我只要知道我的深度，我基本上就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大概知道在那个深度我应该能潜多久。因为潜水的时候，你如果学的比较深的话，你会记住那些潜水表，大概多深在那能待多久。带两个的话就是为了备份。当然了，你像我刚才介绍大家买的那种3连表，如果你玩的深的话，你再买一个这种表放在身上，那你是不是就有2个电脑表就够了？所以说初学的时候啊，建议大家买一个3连表就好了，又便宜又方便又好用，以后呢还可以升级。接下来跟大家讲到就是我觉得在水里面你必须带的一个东西啊，就是相拔或者是水面的这个信号装置啊，因为我确实用过它，如果没有它，船可能就看不见我。你如果想便宜，你就买这种塑料的，放在你的 BCD 口袋里，你打起来它就是一个红色的，远远的地方船都能看到你。如果你想好一点的话，你就买这种好好的相拔，你还会带一根导线圈，这个东西就是在水里面你升水之前把它放上去，上面的船就知道你在哪，它就不会打到你，对不对？不带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必须就有一个潜水旗。那么下来我跟大家看看我的潜水旗，我一般都带什么。我个人经常使用的就是这个潜水旗了，它跟了我很久。其实这个是渔猎用的啊，就是你拿鱼枪挂在上面，拖着这根导线，它跟着你走，你打完鱼以后你松手，它还在海面上飘着，上面的船也能看见。但是我经常潜水的时候，我也会拖着它，它非常非常的轻。但是如果你去船潜的时候，船上面一定要放一个非常大的旗，其他所有的船都能看见这艘船周围是有潜水员。所以在新西兰的时候，它离你很近的时候，它要非常非常的慢，它是有法律规定的啊，在一定的距离之内呢，它必须在5迈以下。所以这个东西是保命的啊，如果你不带的话，别人不知道你在下面，就是船打到你的都是白打。所以你在升水之前，你要把相拔也要打起来。如果你在海面上船看不见你的时候，你要把你 BCD 那个塑料的那个管子打起来，别人才能看见你。没有这些东西，你很容易就出事了啊！所以说不要看这些小东西，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哦。如果你喜欢水下摄影，你拍出来的照片是灰蒙蒙、发绿发蓝不好看的话，那请大家去我的网站看一下我的这个水下滤镜包啊，它可以帮你一键还原水下精美的色彩，在我的网站上有销售，购买链接放在视频下面，谢谢。OK， 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是在国外去潜水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不要忘记带你的潜水卡啊！现在拍地已经都不太给这些物理的卡片了啊，非常精美，现在都是电子的了。然后你所有的东西在手机上也有，那就请大家把你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拍地啊，或者是 SSI 或者是其他的大的潜水机构的你的这个个人信息都下载下来，甚至是截个图。如果没有网的话，当地的潜水能看见你，不要你去了以后人家不让你潜水，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啊，非常的尴尬。还有呢，就是你的潜水日志，你最好带上一个本子写，我喜欢写啊，当然你也可以在手机里这种 APP 里面写。
这样子呢，你常年知道你潜了多少钱，你的经验呀，以及你去的什么地方都非常非常好。就像这样的东西啊，我的潜水日志，我个人已经写了好几本了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啊都可以留下这些美好的记忆啊，回忆你每次去哪儿干啥了，你都把它记下来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是可有可无，有了比较好，没有的话问题也不大的。我以前做过一期这个专门教大家面镜去雾的啊，防止面镜起雾的这个视频啊，我当时教大家用的是这个口水如何去防止它起雾啊，大家可以翻一翻我以前的教育视频，那期视频也蛮流行，因为可以帮大家解决很大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啊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，你要嫌吐沫脏的话，有味道，你可以买这种防起雾的这种液体啊，前面都有卖，在网上也买得到，你就放在你的面镜盒里，下水之前呢往上涂一瓶也是可以的。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我很少用，你的吐沫随时都有，比这个方便的多。包括水下相机 GoPro 的这个镜片的前面啊，就是防水壳的前面，你拿舌头这样舔一圈再抹一抹啊，拿海水这么轻轻一晃，你拍的照片上面都没有水珠，你知道吗？你不信你试一试。还有一个东西常年跟着我个人走，我非常建议大家有的啊，就是这个水上卫星定位加呼叫器，这个已经绝版，现在的只有这个定位器，没有呼叫器了。这个的好处就是说，你要出了问题的话啊，你把这个天线打开，把这个红的摁下去3秒，周围50海里的船全部都能收到你的信号。这个绿色的就是可以跟你的船通信，这个黄色的在新西兰就是这个大家通常用的这个紧急呼叫频道啊，这个16频道，互相可以通信。所以就是说，平时你可以跟你的船呼叫，叫它来接你。如果你被岛挡住了，或者是离得比较远的话，如果你出了事儿的话，你可以发送你的信号给这个周围的船，然后呢，他们都会知道你出事了。这上面是有卫星，它会把坐标同时发出去的啊。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，大概率的情况是很多人都有 GoPro， 但是如果你真的玩得深的话，大家还是要去投资一个单反啊，再加上一个潜水壳。潜水壳好的，如果是你买非常大厂品牌的，它往往比你单反本身都贵。但是单反3-5年就过期，会非常的划不来。现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啊，就是Seafrog 海蛙的品牌，它的价格非常公道，就是它一个壳子差不多加上配件也就$1000。这个东西你可以给你的2-3个相机都配上，你都不会觉得心疼，因为它的质量很好。我用这么长时间也都没有漏水。你的相机过时，你再买一个你也不心疼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你的相机去买一个那个$3-5千的这个防水壳的话，当你相机过时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的头疼，因为那个防水壳换一个型号都用不上。所以我非常推荐啊，海蛙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。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好用、非常小的这个配件啊，就是这个流钩了啊。这个流钩就是挂在你的 BCD 上，这个钩就是挂在岩石上把你固定住。这个什么时候的东西去弄？如果你去看那种锤头鲨的时候啊，非常非常大的流啊，你没法把自己固定到那。还有就是我们去这个18丹啊，看这个狼鱼风暴的时候，狼鱼是只有大流顶着流的时候才有的。所以呢，你如果想不动，那你就得有东西把自己固定住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那你就被它吹着走。当然了，如果你 OK 的话也没有问题。当然这个东西就是特殊情况下会用到吧。还有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是线轮啊。这个线轮呢，它也叫做恶魔的玩具。什么时候用？船潜、洞潜的时候用，或者说是你练习找东西的时候用。我们当时进到这个坎特伯雷号军舰里面的时候练习啊，就是有课程专门就是用这个东西，用不好它还会把你缠死啊，所以说它叫恶魔的玩具，你得会用它。这就为什么我出去带3把刀，你如果真被缠住了，你随时得把它割断啊，要不然很危险。这个绳子蛮结实的。接下来给大家看就是我的这个捕捉带和尺子啊。经常看我节目，我只要出去玩的那些节目啊，这个带子和尺子是必须会带的，我绝对不会把它落下来的啊。这个带子抓龙虾，你看我用过很多次，各种海鲜。这个尺子啊，龙虾、鲍鱼啊，还有这个scallop
这个扇贝啊都有，上面大小都写得很清楚，所以呢，我每次都会查他们的法规，具体到哪个地点，这些东西都会跟着我走。如果你是去观光，这些东西不用带了，可有可无。如果你是去抓海货，那么你研究出当地的这个法律规定以后啊，这个东西跟着你走就会很方便了啊。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地区的规定都不一样，你们当地一定有自己的规定和自己的这种测量尺。OK， 荧光棒，这玩意儿干嘛？夜潜用的，夜潜的时候你需要带上那么1-2根，放在你的这个气瓶的后面，还有你的身子前面，晚上别人可以看见，知道你在哪儿啊，非常方便别人定位。还有这种小红球球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是干嘛呢？这个是挂在你的 BCD 上面，然后一般是在这个位置，是把你的这个备用呼吸器的这个管子卡进去，或者是备用呼吸器反这么放进去的啊。这个东西可有可无的原因就是我基本上不太用它，因为你要是把你的这个备用呼吸器反着卡进去，它有时候还会漏气。这个东西我一般就是，除非我是把管子这么反着塞进去，我才会用它，要不然的话基本上我不太用。但是有一些人喜欢这个东西放备用呼吸器啊，给大家一个选项，喜欢的话也可以买，淘宝上应该也很多，大家自己搜一搜就好了啊。这种小挂环，当然了，如果你在最后再玩的深的话，你还可以在水底下探宝啊。你像这个就是指向性特别精确定位的这个探宝针啊，如果你找到金属物品顶着它，它会告诉你具体在哪。在使用这个东西之前呢，我们一般会使用另外一款比较好的，就是这个大的探宝的东西啊。大家可以看我上一期那个探宝节目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蛮贵的，当时花了差不多2000纽币，估计1万人民币吧。这个是可以大范围探出来底下的金属啊，还会根据你自己喜欢所使用的所不同的金属的种类，告诉你是什么东西，你再用我刚才那个小的东西去探。如果你探到了大的宝贝比较沉的话，你是不可以自己用 BCD 打气带上去的啊，非常危险。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一个这个英文叫做 lift bag 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打了气以后，它会慢慢的飘上去，这样子呢就比较安全。lift bag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啊，打了气以后，它会慢慢的飘上去，你跟着它上去，慢慢的放着气啊，它不会冲上去这样。然后呢，一点一点的把你带的东西一点一点的带到这个水面上。你像我刚才不是还有带的那个线轮嘛，你可以用线轮绑着东西，再用它带上去，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啊。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可有可无，但是你玩到后面玩到深的话，这个装备其实是无止境的啊。潜水真的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坑，所以说是入坑之前啊一定要小心。一旦入进去的话，你会发现跟蓝色鸦片一样，非常非常的上瘾，但是也非常非常的好玩。所以装备啊，大家不要一次买那么多，买那么齐。主要是今天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你看我的所有的这些装备分成了，我觉得必须有和可有可无的，在这个 spreadsheet 这个表格里面呢，我跟大家也说的非常清楚啊，而且是中英文对照的，所以方便大家去学习这些英文相对的这个对照单词啊。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先做到这里，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，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潜水的初学的朋友们啊，给大家一些概念和基本上我所需要的装备都跟大家呢分享到了。希望大家呢点赞，有问题呢留言直接来问我，然后呢觉得有用呢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。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